现在是中午2点，我现在前往邯郸的响堂山石窟。在这个叫什么地方？那个叫歙县吧，吃个饭。这边的菜量实在太大了，要了一个什么武安小炒吧，这边人吃的本地菜，22块钱这么大的分量，赶上东北了。吃饭还要去邯郸的峰峰矿区，名字很可爱吧，叫峰峰矿区。那边有个石窟，那筷子反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藕吗？老板娘，这个是藕是吧？也是藕。藕哦。莲藕。莲藕。你们这边怎么会产莲藕呢？啊？你们这边产莲藕吗？不是，我们这儿一直不产。对呀，这边不是缺水厉害吗？啊，不产买的吧？这边不是喝渠水吗？这不是买的。啊。我一天就2顿饭，一天就2顿饭，所以吃下中午的饭吃的比较晚。这个太实惠了，这个菜我打包带走，要吃3天。吃3顿。大家好，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响堂山石窟。这个石窟呢名气不是很大，但是非常重要啊。它是承接了南北朝和隋唐的一个石窟，也就是说承接了大同的云冈和洛阳的龙门。它是开凿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啊，这么一个年代。我们可以从这里远看一下，这个还有一个塔，看见没有？那个塔是宋代的啊，如假包换，宋代的。它的塔刹部分已经开始已经残破了，开始掉落了啊。但是咱们来不就是看这种残破感吗？新修的有什么看头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的石窟在半山腰这个位置，看见一个白栏杆了吗？在这个位置啊，我对石窟还是很感兴趣的啊，尤其是这种保存的还比较好的，还有的可看的啊石窟。进来了啊，这里的门票是60，神器的免费啊，这里对神器还是比较友好的。看看左边就是长乐寺遗址，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塔啊，长乐寺的古塔遗址。刚才我说了，它的塔刹部分已经坏掉了啊。数有几层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层。石窟呢还在前方啊。这边其实就提供这个观光车可以直达石窟的。好啊，先来这个长乐寺遗址怀怀谷。这个塔依然在啊，宋代的哟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哈，宋代其实它的疆域并不大了。它的疆域能覆盖到这个地方已经算是不容易了啊，这边已经算是比较北边了。转塔1周吧。佛塔顺时针转就行。
是区级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但它画的是个9级呀。哦，那就是上面还有2层已经毁坏了，那这是9层的塔。宋代遗留到今天不容易啊，门是关着的，也不让爬了，爬上去估计也危险。那这是斗拱结构，这是砖塔。9层，现在看只有7层。这边空气当中有那种像柳絮一样的东西，很难受。据这里的人说，遗址就在这个后面，1000多年了。四大天王、弥勒佛，讲究一点的，后面还应该有韦陀。看见这个虽然残破啊，但是心里的感觉蹭了一下就上来了。好可惜啊！你看这扶手都没有了，据说都是藏在了国外。说藏字不对了，应该是被他们偷去的。这个石窟里面有很多佛手都被偷运到国外去了，非常可惜。嗓子不舒服，进那个柳絮了。这个好可惜啊！这个都，这个是什么年代的？现在看见的是什么年代的？就是这个就是北齐的吗？这个石雕就是北齐的。哎呦，真太可惜了。是啊，这太可惜了。所以一个民族在衰弱的时候，真的是，自己的宝贝都保护不了，很感慨。从这个角度再看这个塔，走在这个上面哈，就有点跟古人那种相遇的感觉。我记得我感触最深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新疆的那个城里头，那个城不是往下陷吗？叫什么城来着？突然一下想不起来了。交河故城，那个房子往下陷的那个城，也是走到街道上，感觉就像对面走来了古人一样，非常的这种强烈的一种感觉，穿越的感觉。然后再看这边，这柱子倒了到处都是。这个应该是个大殿，很大的殿，很气派的一个殿。你看这柱础，石柱都还在，搁梁的地方也有。长乐寺，这个北齐的年代，皇帝叫高阳，他开的这个窟，这是北窟，还有一个南窟，南窟的破坏更为严重，基本上没什么可看啊。所以现在主要是以北窟看北窟，北窟其实也是毁坏的，也是很厉害。但你看这佛手都已经被偷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宋代的塔的的确确是不到9层，但是从这个塔体的这个
石刻上看、石雕上看，它是9层，所以说它上面应该是坍塌了。经过了30分钟的步行啊，像这样的步道，我上到石窟这来了。强度嘛，一般啊，还可以，因为毕竟时间不长啊。看见没有？前面就已经有石窟了。这是开凿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齐，1000多年了，保存的比较好的还在上面，所以看这里都没有了，这里都破坏掉了，空的，这都是空的。不要着急，好的在上面。你们逛了多久？我上面他上1个多小时。啊，爬上来了，这就是最主要的核心区了。刚才我们来的是从这个来的，看那个塔了吗？啊，这下面就是峰峰矿区，是个重工业区了。哎，那边还有一个山丘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说不定也是有东西的。这边就是不开放的区域啊，这边是7、8、9好像都不开放。不开放的原因主要是出于文物保护。因为据说里面都是经文啊，游客老是用手去摸去，就把它摸坏了，摸出包浆来了都啊，所以就没有对外开放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需要2次检票的，所以大家不要把票丢了，把票保留好。它需要2次检票。现在就看这个应该是6号窟啊，这是6号窟。终于到了这个地方了啊！曾经想来好多次的。这右边有个观音殿，窟在这里，北齐的啊，第6窟。哇哦！我还没进来就被震到了。哇哦！绝对值得一看，这地方。如果你到这地方，到这附近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错过这里。哇哦！看看，而且这个可以近距离的看，是你在敦煌体会不到的那种感觉。看看。虽然是外面这个屋檐是现在建的，其实它过去也是有的。很多窟都是这样子的，外面都会有屋檐的，有这种房间的。你看这个应该是个狮子，头没有了。然后这2个应该是菩萨。然后这边啊，地上好滑啊，这个从这个形状看应该是力士。就是大力士的那个力士，保护的啊，护卫大力士啊。虽然受损但是那个气势还在。你包括他的头上的那个后面那个云彩，那个光彩还是彩色的啊，颜色还清晰可辨，红、绿、黑、黄啊，真漂亮啊！你如果去过大同的云冈石窟，你也会感到震惊了。这个地方同样给你这样的感觉。哇塞！你看它的花的雕刻，还有这颜色。这是4个柱啊，1个柱、2个柱、3个柱、4个柱，4柱3开间的造型。然后里面它是分前窟，这是前窟，这应该是后窟啊。后窟同样有柱子，后柱是方柱，
然后方柱下面形成甬道，你可以围着佛转一圈。你看这两边都刻的非常棒的，但大家千万不要去摸哈，那这都磨出浆来了。保护文物啊，这是北齐年代的，1000多年了。看这个佛头就很别扭，因为可能它的源头就不见了，这是后补上去的，非常可惜。啊，尽管如此吧，它的这个算是保存的还算可以了。释迦洞啊，又叫释迦洞，下面是猴子，它的左右应该是他的弟子，然后这两边是菩萨。你都可以近距离的去看它，但是不要去摸它。你看，包括这个小鬼，它也画的刻的也栩栩如生啊，这是小鬼，一看就是小鬼，看见没有？你看这多难得的石窟，你可以这么近距离的看。但大家千万别摸啊，千万别摸。你看这花的雕刻啊，花的雕刻，尤其是这个顶上这个花的雕刻保存多好，因为它在顶上啊，所以它才能保存下来。啊，莲花，旁边都是佛像啊，这是火焰纹。这边这个像啊，看不太出来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这边，包括这儿，这是一个龛，这个龛外壁啊，龛外壁。你在跟北齐的工匠对话，什么感觉？你看他这个，因为采光，这个光线从这个窟里面穿过来，打在这里。是不是有一种佛光的感觉？北齐皇帝高阳花锯子在这雕刻。为什么叫响堂呢？是因为这个地方在这里面拍掌啊或者说话呀，声音会很大啊，所以很响亮，所以才叫响堂山。这边全是雕的佛啊，那么风格就跟云冈的和这个龙门都不一样，它是承上启下，还有刻的字，以前安阳，就是肯定不是那个年代的字儿了，后来的毁坏文物的一个，但这也有。棒，真棒啊！这是第6窟啊，你看这个菩萨，头部后面的那个光圈多华丽啊，颜色都还在。在过去，这种蓝色是很贵的啊，我们就叫它阿富汗蓝啊，这蓝色是很昂贵的一种颜色。啊，只能用阿富汗的一种矿石才能做出来。那这边这个是蓝色，这边这个呢，颜色就有点变了。那这边这个保存的还比较好。这第6窟。再看这个前窟的这个菩萨啊，你看他的这个腰饰这儿挂这个，你看多细致啊！再写近一点，你看这绳结一样的东西，特别细致，包括这个衣服的这个纹理、走向，一点不输敦煌。
也不输大同。可惜这些佛手都受到毁坏。还有这个柱子，这个外面的这个柱子，上面这个看里面有什么，看不见，应该也是佛像吧。OK 啊，这是第6窟啊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没白来。现在看这个窟呢就很一般了啊，大家看这个像就知道很一般，很粗糙啊。这个是第5窟，里面是供的是关帝啊，那它的这个天花也是很粗糙的啊，是明代的嘉靖年间的啊，也规模也比较小。这是第4窟，开凿于北齐，但是在宋代的时候又修了7个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，那么这个窟就规模也不大，但是它的这个后面的这叫什么，也是很漂亮，光晕吧。当然比不上6窟的了。旁边啊是一些小佛，这边保存的还有一点啊，这边几乎都没有了。好啊，看第3窟啊，第3窟也是北齐的啊，这个就叫大佛洞啊，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啊。先从第3窟的外面来看啊，它的外面以前应该是有前窟的啊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前窟已经塌落了。你包括能看见它的一个遗迹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它前窟也是方形的啊，一个方形的，但是已经塌了。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呢是它的后窟。刚才第6窟呢前窟还在，这个第3窟的前窟已经不在，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后窟，现在叫大佛洞。开凿时期呢是东魏和北齐，比北齐还要早，甚至啊在东魏就开始了。现在呢我就在大佛洞的里面了，地面上居然有人刻了一个棋盘，楚河汉界啊，还有这个弦形。我的正前方就是大佛洞的佛了。那么这个洞呢一共刻了3尊佛，有前世、今世和来世，因为佛是讲轮回的嘛啊，中间这个就是今世了，应该是啊。那么它的头光非常华丽啊，非常华丽。这个洞的规模比6号窟要大，你看它的头光，它不但有头光，它还有身光啊，有它身体部分也在往外发光。这个光呢代表的是智慧啊、吉祥啊，那上面还有火焰纹。那么这是刚才我说的是3世佛啊，3世佛。那其他2世在哪里？在这边啊。这个应该是前世佛啊，前世佛。那他这个就没有画身光啊，只画了头光，只雕了头光啊。那么来世佛啊，应该是在内侧对称的地方。这是它的后壁，它的后壁跟山体连为一体了。它的前壁上还有专门还有这个石像啊，雕的这个啊，这个就应该是来世佛了啊，也是只是刻了这个头光啊，没有刻身光。最中间的这个佛有头光有身光啊。
这就是前壁了。这边看到是前壁，它的左右两侧的壁上也刻了佛像，好像是16尊吧。那么前壁的这个像呢，如果仔细分辨的话，刻的是帝后的礼佛图啊。你看这个地方似乎还有帽子，官帽啊，已经非常不清楚了啊，年代久远不清楚了。那么它有上下2层，上面还有一层，得仔细看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据说是高欢的灵穴啊，搁他的棺材的地方，这个是有史料记载的啊，不是胡说八道。但是我没有找到具体在什么位置，就是他们介绍说是在方柱的中心最高处，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地方啊？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刻东西，是空的。对面的那个地方也是刻了佛像，唯独这个地方是空的，那可能就是高欢的灵穴在这个地方。包括它的底座啊，就是刻了很多的像。啊，这是大佛洞。大佛洞的规模倒是挺大，但是我个人感觉精美程度不如这个6号窟那个4家洞。这边的水患还是挺厉害的，你看都是水，长期被水冲刷呀，这些够呛啊，所以还要加强保护。包括这应该是吹奏乐器吹奏乐器。这里呢是第2窟，又叫文官洞，那规模也很小，明代开凿的。佛手都已不见，但是佛光还在，这个佛光身光都在啊。这边是头光在，身光不在，这边是头光身光都在。左臂右臂刻的是文官，这边也是文官啊，只有这一尊文官的头还在。看看它的天花部分然后看这边这个怎么判断是什么菩萨啊？它是骑的这个什么？骑的狮子。这应该是文殊啊，因为文殊的这个坐骑是狮子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骑大象啊，肯定就是普贤了。中国有4大佛教名山啊，这个分别是4个菩萨的道场，我都去过。好，这里是应该最后一窟了啊，开放1号窟。我们先看它的这个结构啊。你看它分前室、后室，前室的材质明显不一样啊。这个是清代建的，明显感觉不一样。我们感觉还有火烧的痕迹呢，黑黑的。那么后室部分呢是唐宋年间的，正中间的是唐代的两边的呢是宋代的。然后我还注意到这边还有飞天的形象啊，飞天的形象，左边、右边还有一样一个啊，还有华盖，这个基本上对称，一佛两弟子两菩萨啊，5身像。这里是第8窟，也是北齐的。明显的感觉就棒头光是纯圆形的，这也被人摸得包浆。天花，两边这花纹，然后这边刻了好多石经，你看这颜色保存的，能看清吗？
还有人放点钱在这儿。你看这衣服的条纹和那种垂坠感。你看这也是书法精品，是不是？懂书法的人一看就知道。啊，这全都刻满了金。啊，也是摸的，随便摸来摸去的，摸黑了，摸出包浆，所以它要保护起来。到今天为什么开放？啊，运气好。这边啊，那边对称也是全是刻满了石金。啊，这里地方也是平时不开放的，也是刻满了石金。这是隋代的，年代稍微晚一点。珍贵性主要就是刻的经了，这佛像都能看见这经文吗？啊，今天运气好啊，都开了呢。这是第7窟啊，平时都不开啊。这个窟是这个样子的。宝相花。哦，我知道今天为什么开着了，是因为今天有专家讲课，给他们培训，所以开着的。这里有个小龛，有一小龛。这个窟也是北齐的，啊，佛手都不在了。好啊，这个响堂山石窟北区的石窟就看到这里了。平时呢只开放1到6啊，今天运气好，赶上他们有领导或者是什么专家来啊。所以沾了光，看了7、8、9，算是完美了啊！1到9都看了，不错。那么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3号窟和6号窟。3号窟大幅洞最大，规模最大啊；6号窟更精美啊，不虚此行。